刚才种完树，稍微休息了一会儿，现在太阳出来了，天气也还可以。我把剪枝的工具包拿来，还是先把它枝条稍微的修剪一下吧。看了天气预报，后边也还行，还是喷上酒精消毒。现在是把眼镜给摘掉了，看东西不是特别清楚，但是也不想戴了。尤其是看近处东西的时候，如果戴着眼镜反而不舒服。以前年轻的时候就听说过，低度的近视到岁数大了之后就可以把近视眼镜摘掉。没想到我现在就做到了，已经把近视眼镜给摘掉了，戴上特别难受，特别是看近处东西的时候。可能以后慢慢的就是除了开车呀、看远处的东西的时候戴上近视眼镜，像这种做一些细活或者在室内工作的时候就不戴眼镜了。其实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一个好事还是坏事。好事是摆脱了近视眼镜的困扰，不过戴了好几十年的近视眼镜了，也都习惯了，其实也没什么了。坏的地方就是，之所以能够摘掉近视眼镜，就说明眼睛已经有点花眼了，那也就意味着自己也开始慢慢的变老了。时间过得真是太快了。近距离的看一下，刚才要保留的枝条是这一条，还有它对面的这一条，然后是这一条和这个方向的，刚好它们是中间大概是90度的夹角。那我就下手开始把没用的给它剪掉了。这一条是不要的。其实还是得小心点，有时候转个方向可能就剪错。最好的办法是能给它们系根红绳儿，不过我这个还是比较简单，所以小心点就可以了。这个小的枝条是不要的，下边这种小芽点不要的。从这个角度再看一下，现在第一层是有5条枝干，我再给它去掉1条。有时候其实遇到这种情况，经常就不太舍得剪。不过还是下狠心给它去除掉吧。我去农场参观它的苹果树的时候，它们很多这种主干型或者是改良主干型，下边都是留2到3个枝条的，所以我这个留了4个枝条，第一层应该也算是还是挺多的了。不过因为它种植的是比较密集的，所以我像家里现在种植距离还挺大的，已经远远的超过3米了，所以留4个枝条肯定是没什么问题的。然后是把它上边的尖儿给修剪一下，留一个向外伸展的芽点，这样从这儿就往外长了。这后边也是，这个往这个方向长，将来可能还要拉一下枝条。这边好像没有特别好的一个芽点，我就留这一条吧，让它往这个方向长，将来可以拉一下枝。现在最近的这个枝条太长了，给它回缩一下，回缩到这个地方吧。这样的话，这个芽点继续长。不过现在这根枝条这儿有一点损伤，我先让它长长，到时候再看一下，可能把它从这个地方给剪掉。如果后边有一些比较好的芽点的话，现在看这下边的芽点应该是感觉是死掉了，所以先这样吧。现在第一层的4个枝条已经好了，第2层这个位置显然不能留这2根枝条，因为它太低了，起码要留60厘米，也就是将来在这个方向或者是70厘米，大概这个位置的时候，给它再留个2条或者3条作为第2层。将来第3层再看情况吧，留1条或者是就保留2层也可以。这样的话，我就大胆的把它给剪掉了。最后一步是顶上，我把尖儿给去一下，留一个芽点，另外一个芽点让它作为中心主干继续往上长。我就选这一个吧。好，就期待着这个主干继续往上长了。刚才又仔细看了一下，这一边留这个芽点，让它继续往前长会好一点，因为它在下边长得会比较低，角度可能会更好一点，拉枝也容易。这一条容易直直的往上长，或者是往内侧生长，这就不太好了。还有这一条跟它竞争，我先把它除掉。然后小心一点，把这里边重新给它剪一下。好了，这样就好了。
看看这个芽点位置应该是更好一些。这一侧的枝条，这里有一个侧枝，这个侧枝和我们留的这个主枝有可能会有竞争，所以我把侧枝也稍微的剪短一点，这样的话可以留它最下边这个芽点，让它继续往旁边生长。我就从这里给它一刀剪下去了，然后我把背上跟它竞争的枝条也给它抹去。这边这个也一样，把背上跟它竞争的枝条给它抹掉。行了，我感觉现在修剪的已经是非常清爽整洁了，让它长长再看吧，后边再慢慢调整。因为是新种的树，根比较浅，树也比较大了，后边怕刮大风给它吹倒吹歪，我还是给它弄2个立柱，这样的话让它稍微的稳固一下。行了，这棵树就这样了。每种下一棵果树，我从有机菜园到生态果园的过程又会迈进一步。这样每天一小步，我离生态果园的目标就会越来越近了。